的魔法药妆柜。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怎么样自己在家 DIY 烫睫毛，就是这种睫毛娃娃烫，怎么样让你的就是你的毛可以直接非常的卷翘，然后都不用再使用这个睫毛夹。那因为我自己个人很讨厌使用睫毛夹，我觉得那是一个。就除了高跟鞋以外，对女人的一种折磨的利器，因为你每次夹的时候，你要想要把它夹得很卷翘，对不对？那你就很想要贴近根部，然后有的时候你太贴近的时候，就会去夹到眼皮，就很痛。然后你要把它就是我们看杂志或者是看那种老师都有讲，就是说你要把它夹得卷翘，就是你根部的时候要夹，然后你要把它抬起来，整个抬起来，然后再夹，然后它就会非常卷翘的弧度。可是你夹到根部的时候，夹眼皮是第一次的受刑，然后等到你要整个再把它拉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拉太高，有一些睫毛可能它不知道，它可能就是长得比较短，它就是没有办法被你卷的那么翘的时候，你又再拔了它一次，然后这是第二次的酷刑。所以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夹睫毛，但是因为你睫毛要好看，要有眼神，要比较明亮的话，势必是要有一个上翘的弧度才比较漂亮。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烫睫毛。以前台湾呢，其实有一阵子还蛮流行这些烫睫毛啊，什么娃娃烫啊，什么韩式睫毛啊，什么之类这种烫睫毛。但是后来因为好像有不孝的业者，就是他直接用烫头发的这个烫发剂呢，去给客人烫睫毛，所以后来这个好像就是有点被政府禁了，所以在台湾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买到这个烫剂。但是如果你上 Amazon 的话，就是亚马逊的话，它其实你就可以买的，你只要付运费就可以买得到。而且后来我买到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它上面根本就有中文，所以它可能说不定它是台湾的厂商，我不知道。但它上面其实就有写中文，而且是写繁体，你看它这边就有写烫剂这样子。所以说明我们买的仍然是台湾的产品，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基本上这是我已经烫过4次，那目前的话还没有瞎，所以这个应该算是 OK 的，就是还算 safe 的。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买到的这一包这个睫毛烫的里面，因为它有还蛮多的东西，所以我来就是分享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你才会知道说你拿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因为它并没有附任何的说明书。OK， 它就是装在这样子一个化妆包里面，那里面就有很多的东西。那你会一拿出来就会有这样一大包这样子的管子管芯这样，而且它是不同 size 的，就是它有稍微细一点的跟这个粗一点的这个管芯。然后另外呢，它也还有一包这样子的就是睫毛刷 OK， 然后另外还有这样子它有点像是它是比棉花棒还要再细一点，就是它上面是有一点这样棉球这样子的棒子 OK。然后另外呢，它会有3组这个不同的这个剂 OK， 就是它有 A、B、C、D。它 A 的话呢是这个烫剂，那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烫头发的那个烫剂。然后 B 的话呢是这个固定剂，固定剂。然后再来 C 的话呢，它有这个清洁液。然后还有 D 的话呢，还有这个胶原蛋白液 OK。然后再来的话呢，它里面呢还会有这个胶水 OK， 这个eyelash protein， 拼错 protein OK protein 这个 glue， 反正它就是胶水啦然后再来它还会有这个它这是 eyelash growth liquid， 就是一个黑色的保养液。然后它还有这个，他说这个是给这个叫什么，就是接睫毛用的这个眼膜，就是下眼的眼膜。然后还有这种塑胶片，细胶的片，细胶片这样子，一片一片。然后它也有不同的尺寸有 S、M、L， 就是大中小这样子。然后另外它还附了一个这样子，就有点像那个宝宝吸鼻涕的。但是它不是，它是就是可以喷气的 ，OK， 就是你接睫毛的时候，它要让那个胶水干，有没有？它是喷气的这个 pump，OK，然后它还附了一个这样子的镊子，就是可以
夹睫毛的镊子，它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地方比较好夹。那这一包东西其实还蛮划算的，因为它里面附了就是每一种剂 A、B、C、D 四种剂，它都各附了3瓶，所以总共有12瓶。那其实以用量来讲的话，这12瓶应该够你烫一辈子吧？就是至少烫个上百次，我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它果然就是不是一般人使用的东西，因为一般人谁会把自己的睫毛烫上百次？OK， 那但是它其实里面附了很多是你不需要，你烫睫毛并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下眼睑的，如果说你是只有烫你是在烫上睫毛的话，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吸鼻涕不是那个喷气的这个 pump，OK， 这个其实对烫睫毛来讲也是不大有必要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镊子，这个镊子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需要 ，OK， 因为你并不会去夹到你自己的睫毛 ，OK。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刚刚忘记漏这个，它有附这样一根棒子，就是这边的话是平面的，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尖尖像牙线棒这样子，OK。那这个的话会是烫睫毛需要的。那再来呢，就是其实烫睫毛不是一个新的技术，其实可能甚至7、8年前、5、6年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在美国呢，是去年的时候又开始流行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话呢，烫睫毛就叫 eyelash perm 就是烫头发嘛 ，eyelash 就是睫毛，所以它就叫 eyelash perm。那后来这个就流行了一阵子以后又停下来。那去年开始流行的叫 eyelash lift。OK， 睫毛拉提有没有？就像你去拉皮一样，这样 lift。那这个 eyelash lift 开始流行起来。那 eyelash lift 跟 lash perm 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以前烫睫毛的是用这种管芯，这个管芯是什么呢？它是本身就有粘性的一个管芯 ，OK， 它就黏，所以它包在2层纸中间，它就是一个像黏的，这样。黏黏的一个管芯。那以前烫睫毛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放在你的眼皮，这样沿着你的睫毛，然后去放在你的眼皮，然后它就会把睫毛粘在这个管芯上面，然后它再去涂烫剂去烫。那这个管芯有不同的尺寸，但是它就是一个圆柱体。OK， 它就是一个圆柱体，那它有稍微粗一点的，这样这个是比较细的。那如果你的睫毛比较长，当然就是用比较粗的，那你就像我们烫头发，它会有小卷跟大卷，有没有？大波浪跟小小的 QQ 卷，基本上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那个烫头发的那个卷子。那以前的这种烫法，它就是沿着这个睫毛的管芯，那你的睫毛就会变成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弧度，你烫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弧度。但是其实这样子并没有那么的漂亮，因为其实我们在夹睫毛的话，你希望它是散开来的，散开来的话，你的眼神的范围才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管芯呢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那后来呢，去年他们就发明了就是这种细胶片。那这个细胶片它前面这边是有一个弧度，就有一个像小馒头这样子的一个弧度。那它一样有分 S、L、M，OK， 就是大中小不同的 size， 那你的弧度就不一样。那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管芯的话，它其实不管你贴着离你的睫毛根部多近，它一定就是有一个高度在那边。但是它如果你是用这种细胶片的话，它这里呢就是它的厚度是非常薄的，所以你是直接从你的根部就直接往上提，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顺着这个管芯。所以以前它叫做 perm， 那现在的话它叫 lift， 直接把你的整个睫毛这样咻拉提起来。那这样的话，你的眼神就会看起来更大、更明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烫睫毛又开始流行回来的原因。所以呢，它这里面附给你的这个管芯，其实你是可以不需要去使用的。而且老实说，我有尝试用着它，它其实没有那么好使用，因为它这个粘度其实有限。那有一些睫毛可能如果说它比较短的话，它其实它有一点 stubborn， 就是它比较固执一点的睫毛，它可能比较直，你其实没有办法粘到那个管芯上面。所以这个管芯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可以把它丢掉，但是我是想说它给都给了嘛，说不定有朝一日流行不知道很 Q 的睫毛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它，所以我有把它留着。所以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也是不需要的。OK， 那
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他说是 eyelash growth liquid， 就是睫毛生长液，但是它里面是这样黑黑的，是像睫毛膏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我是没有在使用，因为我自己有买其他像莱雅或者是Revlon 这其他品牌的睫毛生长液，所以我是没有用它的睫毛生长，因为我觉得它黑黑的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当有点像睫毛膏一样在使用。OK， 那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烫睫毛的东西，当然就是需要这4罐不同的剂 ABCD 剂 ，OK， 然后我们需要选一个这个细胶片。这个细胶片，那它有不同的 size。我自己个人的话，以亚洲人来讲，我的睫毛算是长度算是还蛮 OK 的，所以我选的是 M。OK， 那我想说，这个 large 的话，它其实有一点大，它可能你要到像中东人啊，他们可能睫毛非常非常长，有点像骆驼这样的嘛，很长的时候，你就会用到 L。那S 的话，可能有一些女生，就是尤其像我们亚洲女生，睫毛比较短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S。所以但是它反正每个 size 它都有附给你，那你就可以用。然后另外的话呢，像这个绿色的棒子，你就可以拿来涂这些烫剂 ，OK， 就是 ABCD 剂。那再来呢，很重要，我觉得烫睫毛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这2个东西，是这个 eyelash glue，OK， 就是睫毛的胶水。那它这个睫毛胶水跟我们一般接假睫毛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其实是比较 QQ， 就是比较有点半透明的这样子的胶。OK，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最重要的。那另外还有这根棒子，你不要看它好像像一个就是剔牙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你在粘睫毛的时候，你可以用它这2边尖的跟这个平面去把睫毛给粘在这个细胶片上面。那我觉得这个棒子是非常的实用。那另外像这个睫毛刷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是选配有没有？就是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 OK， 可以留着使用这样子。那这些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烫睫毛的东西，就是细胶片 ，OK。然后这个的话是选配的这个睫毛刷，然后还有它有附的这个有点像是棉花棒，就是可以上烫剂的这个棒子。然后还有这根最重要的棍子，千万要留着这根棍子。然后还有这个睫毛胶水，然后还有4瓶烫剂。那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它不是必要的。那你可以留着，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你并不会真的需要用到它。那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个睫毛的 ABCD 剂。那第一个A 的话呢，它就是烫剂。那其实我们烫头发，如果你有烫过头发的话，你会知道，就是你把头发卷好以后，你就会上这个烫剂。那通常上完以后呢，它就会把烫剂给稍微的清掉，然后上这个固定剂。那烫剂跟固定剂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烫剂它就是去破坏你毛发的结构。OK， 它让你的毛发结构破坏掉以后，然后它才会按着你想要的那个弧形，你想要的卷度去固定它，然后你再上这个固定剂，它就会沿着那个弧度去把它定住。OK， 所以这个是真正你需要去烫睫毛，就是这个 AB 这个烫剂跟固定剂。那再来呢，它有附给你的是这个清洁液，因为你在烫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胶水、睫毛胶水、烫剂跟这个固定剂，所以它给你这个清洁液，你可以去把这些胶啊、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化学成分把它给清除掉。那再来的话呢，它给的是这个胶原蛋白液。那这个胶原蛋白液是你刚烫完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睫毛刷刷在你的睫毛上。那它等于是像一个护发液的这样子的作用。那其实你就是烫完了以后，你之后每天的保养，你仍然是可以刷一点这个胶原蛋白液。那它就是它就有点像水一样，这样稀的一个胶原蛋白液。那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保养的作用在那边。
那基本上，这就是它里面附的这4个剂量。那其实你真正需要的话，当然是A 跟 B 是最重要的。C 跟 D 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化妆水啊，或者是自己有睫毛保养液的话，基本上它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就是可以取代的。OK， 那我们介绍了很多，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么样自己 DIY 烫睫毛。那我会先把一支烫好给你看，就是说有烫跟没烫的比较，然后另外一支的话，我就会现场示范，就是说我是怎么来烫睫毛的。首先呢，我就先拿 Lash Glue， 就是胶水，然后我会涂在这个细胶片上，但我也会涂在眼皮上，因为它这样的话强度才会够，它才会够黏。然后我会沿着睫毛的根部，然后去贴上这个细胶片。你越贴着离根部越近的话，你的睫毛的翘度会越好。再来的话，我们就来涂 Lash Glue。那涂的时候，一开始的话，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粘度。那一来的话，就是你可能量要慢慢的增加；再来的话，就是它要有一点点干的时候，它才会比较黏。再来就是拿这个像牙线棒一样的东西，去把睫毛慢慢的把它顺上去。在顺的时候，你要非常仔细它那个角度，因为我们的睫毛生长的话，它是一个扇形，扇开来的角度漂不漂亮，这会影响到你最后的成果。所以这个步骤的话，我会建议你要慢慢的去做它，会有一些小毛会太翘，所以你会再拿这个胶把这个睫毛顺上去。睫毛的角度都贴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来涂这个 A 的烫剂。那我会用它里面附的这个棒子，然后沾取一些烫剂，慢慢的把整个睫毛都覆盖住。那么其实不用太厚，因为太厚的话会容易滴到眼睛。那如果有任何沾到眼睛的话呢，就拿棉花棒稍微的清洁一下。烫剂呢，我们等大概15到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棉花棒把它清洁掉，然后再来涂这个B 剂。B 剂一样也是薄薄用小的棒子，然后涂在睫毛上面，一样这个也是要等大概15到20分钟。涂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拿棉花棒来把固定剂来把它清洁掉。再来呢，就是用这个 C 的清洁液。那我会用棉花棒沾一点这个清洁液，然后稍微的把睫毛上面太多这些剂把它涂掉，然后我就会直接把细胶片撕下来，然后再用化妆棉跟这个棉花棒来把烫剂啊还有这些胶慢慢的细细的清洁掉。那你动作一定要很轻，因为其实你的头发刚烫过，它其实等于是有一点点受损，所以最好是动作要比较温柔。然后最后就是拿胶原蛋白液，那我会用它有附的这个睫毛刷，把它刷在上面，就像烫头发完以后我们会护发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护发液。然后刷完了以后，等它干，基本上呢就是完成了。那就是烫完的卷翘度，那其实比夹睫毛的话都还要更好。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样子 DIY 自己在家烫睫毛，希望你喜欢，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还有更多的影片可以继续点选往下看哦，谢谢。